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很少人讲出来，但很常发生的问题，那就是职场上对男生为什么总是比较严格。我来澳洲打工之后，这个感觉不是有一点而已，而是非常明显。不管我打什么工，老板对我的期待都是好像是我要来继承他们家业的，每次都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我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能者多劳，老者更老。你看起来还没死，还可以再撑一下。但对女生呢，通常都是没关系，慢慢来，她一定是那个来。我在一家火锅店上班，女生上班吃着火锅聊着天，突然主管走过来加入他们一起聊，旁边的我手停下来3秒钟，主管就会立刻闪现出来，跟 NPC 一样，马上刷新我的任务栏。你来一下，那个去搬一下，顺便把那个也处理掉。男生女生领的是一样的钱，可是做的是不一样的工作。我领1份工的钱，可是有2倍的经验值，赚翻。不对，等一下，困难的、累的、流血流汗的，全部交给男生做。然后女生那一区就是一个水池，同时可以划水，又可以摸鱼。这不是性别歧视，这是职场默契。我最夸张的一次施工，在一家中式餐厅连续做了10个小时。有兴趣的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，做1天就被开除，中间休息只有吃饭1次，上厕所1次，而且我在上厕所的时候还一直在想，会不会等一下我走出去的时候，老板就把我当成逃兵。结果做完第1天，果不其然，我就被开除了。shout out to培根。但那天中午来了一个女生，她来了，包了2盘水饺，吃了个饭，做了点杂工，然后就下班了。前后5个小时，只有我的一半。我还听到他跟其他的同事聊天说，老板说我想几点上班就几点上班，说我想几点下班就几点下班。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老板的私生女，就不是。我发现只是因为我多了1根而已。后来我去过很多其他餐厅施工，发现流程都差不多。男生一来，先丢进最累的、最苦的、最没人想做的区。我履历上写的明明是 waiter， 老板看都不看一眼，就直接把我送进厨房，然后才回头一看说，哦，原来你写的是 waiter， 哈哈哈，我刚假装没看到的。然后女生一来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多一个 waitress， 这不是巧合，这是系统预设值。很多人都知道，男性宝可梦有以下招式。同样一个错误，男生犯，老板会说，你怎么连这种小事都能错？可是女生犯呢，老板会想，是不是我给他太难的任务？所以有蛋的人从一开始就被设定成要硬。大家一定都听过一句话，男人没死的都叫擦伤。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被用在职场。其实我们男生感到累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常常不是抱怨，而是自责。是不是我能力不够？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？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有时候选择放弃也是一种勇气，那不是弱，是清醒。职场其实就是现实版丛林，他不太在乎公平，他在乎的是你能不能扛，你能不能撑，还有你值不值得被投资。然而在多数人的潜意识里，男生就是比较耐用。有一句话很残酷，但很真实，能被要求的人才是有用的人。这句话的副作用就是压力往往集中在某一族群身上。职场上对男生的情绪其实非常不宽容，男生不能情绪化、抱怨、示弱，只能努力。女生说，我最近压力好大哦，跟男生说，我最近压力好大哦，得到的反馈完全不同。有时候男生甚至不会得到反馈。我还记得我第1周上班，有一天真的累到不行，因为要换最大锅的那锅汤。那换完之后，老板走过来例行公事问我说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我只回他2个字，累呀。老板笑呵呵的说，哦，你这样回，那我也不知道要回你什么了。那一刻我就懂了，他只是问爽的。我帮大家翻译一下，他言下之意就是，当我没问，请自己消化。男生在职场上的表达常常被忽略，因为在很多主管心里，撑得住的就拉上来用，撑不住的就淘汰下去。这样操作，他们也会比较安心。所以你常常会看到一个很矛盾的现象，就是男生被要求的很多，可是男生的天花板也比较高。这不是性别对立，这是现实算计。最后，我想给在职场上的男生3个有用的建议。第一，把被要求转成被看见，不要默默的努力，要让自己的成功被看见。第二，
有分寸的示弱，不一定要抱怨，你可以很专业的表达。以我目前的状态再这样做可能会影响品质，我建议调整方式。第三也是最重要的，不要把制度问题内化成个人否定。累不代表你弱，被要求多不代表你不够好。如果你也在职场上觉得自己有被不公平的对待，我想跟你说，你并不是一个人，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只是活在一个还不太会对男生温柔的职场结构里而已。